在中國有這樣一座神奇的城市，它的機場建在1771米的山頂。為了修這座機場，炸平了7座山頭。它的公路貼着懸崖鑿出來的453米的路段上擠了18個回頭灣。這裡的45萬居民全是三峽移民，他們每天要在陡峭的懸崖上通勤，出門就是坡，回家要爬樓。1136級台階，240米落差，相當於80層樓高。那要是人實在爬不動了怎麼辦呢？所以他們修了一座電梯，一座建在懸崖上的戶外公交電梯，從江邊一路送到山頂。這是45萬人每天的公交車。但這座城市最神奇的地方還不止這些，在他們的腳下，在滾滾長江的水面之下，壓着一座千年古城。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：人為什麼要住在這麼極端的地方呢？要解開這個謎團，得從一條船說起，當地人叫它小紅船。進入巫山不能用導航，導航只會指高速和大橋，那是給遊客和貨車準備的。在當地人眼裡，進入巫山只有一種方式，坐小紅船。小紅船不是遊船，它是巫山人的水上公交車，没有固定碼頭，没有站牌，連時刻表都没有。船老大看着岸邊有人招手，就靠過去。開船的師傅叫張天寶，在這條江上開了43年。他的船不大，鐵皮的船身上刷着暗紅色的漆，船艙裡擺着幾條木板凳，硬邦邦的。沒有空調，江風就是空調；沒有廣播，船老大的嗓子就是廣播。清晨8點，汽笛一響，小紅船就會離開鳳節港，順江而下。第一站不是碼頭，是岸邊一塊大石頭。一個老太太拎着一筐雞蛋站在石頭上，船靠過去，她顫巍巍上了船。第二站是一棵歪脖子樹，一個背着書包的小學生跳下船，沿着崖壁上的石階爬回家。張天寶說，以前沒修公路時，江上有幾十條小紅船，趕急的日子船都擠不下。現在路好了，坐船的人少了，但小紅船還在跑。因為對兩岸居民來說，坐船過河只要3分鐘，走陸路要繞幾十公里。有些老人坐了一輩子船，你讓他走公路，他不習慣。小紅船繼續往下游開，兩岸的山越來越高，越來越陡，崖壁上出現了黑色的洞口，洞口裡懸着棺材。幾千年前的棺材就這麼掛在幾百米的懸崖上，沒人知道是怎麼放上去的，也沒人知道為什麼要放上去。張天寶指着崖壁說，那是老祖宗的棺材，祖祖輩輩從下面過都不會大聲說話，生怕驚着他們。船駛入巫峽，兩岸青山如屏，雲霧在山腰間纏繞。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課本裡的詩突然活了。就在你以為要一直這樣飄下去的時候，船轉過一個山腳，一座城市像一艘載着山的巨大客輪，劈開江水緩緩地駛來。巫山到了。從江面上看，這座城市豎着的，樓房從江邊一層層往上疊，疊到半山腰，還在往上疊。最頂上的房子小得像火柴盒，貼在雲霧裡。張天寶熄了引擎，小紅船靠岸，下船第一腳踩在石階上。當你抬頭一看，會發現一條望不到頭的天梯直插雲霄。在這麼陡的地方，人到底怎麼活呢？下船之後，迎面就是神女大道，1136級台階從江邊筆直向上，這是巫山的中軸線，也是這座城市最真實的寫照。向上再向上，240米的垂直落差相當於80層樓高。一個普通人從江邊爬到頂需要1個小時，但這條天梯上每天都有人在走。一位賣菜的大爺每天早上挑着百把斤的香菜，從半山腰爬到江邊菜市場去賣，這一趟得走1000多級台階。可他說習慣了，以前住在江底下的時候，路更窄，坡更陡，現在好歹是石板路了，那是老縣城的樣子。90年代的巫山主街道最寬不過9米，從東走到西，一支煙的功夫，汽車開不進去，貨物靠人背，靠馬馱，家家戶戶門口都有石階，出門就是坡。當地人說，他們生活在一座站着的城市裡，出門就是坡，回家就是爬山。整個縣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健身房，上下班来回走好幾千步，回家路上買點菜就成了負重鍛鍊。在那條天梯上，還有一種正在消失的職業，棒棒，一根竹竿，2條麻繩就是全部家當。扛一袋50斤的水泥上台階，收費10塊錢；扛一箱啤酒8塊錢。90年代生意最好的時候，一個棒棒一天能接10幾趟活，一個月能掙1000多塊。那時三峽工程剛開工，到處是工地，水泥、鋼筋、磚頭全靠棒棒扛上去。現在活少了，電梯修了，路也好了，東西用車了，但還有一些老人捨不得花錢坐電梯，還是要找棒棒扛。像這樣的棒棒，巫山還有10幾個，但最年輕的也50多歲了。
等這批人老了，這個職業在巫山就消失了。如果你實在爬不動了，可以試試這座超級電梯——神女大扶梯。2026年2月12日，這座扶梯啟動測試運行，5天後2月17日轉入收費試運行，票價3元，單程20分鐘。巫山人盼這一天盼了20多年。官方數據顯示，神女大扶梯全長905米，垂直提升242米，相當於80層樓高，包含21部自動扶梯、8部垂直電梯和4部自動人行道。從江邊到山頂，原來爬台階要1個小時，現在只要20分鐘。這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戶外山地扶梯之一。扶梯開通後，截至目前累計接待出行市民和遊客超過132萬人次。早上7點，穿校服的學生擠滿扶梯去上學。傍晚6點，下班的工人、買菜的阿姨三三兩两站在扶梯上，沒人覺得稀奇。對他們來說，電梯就是公交車。扶梯修好了，但台階還在。有些年輕人還是願意爬樓梯，說鍛鍊身體；有些老人捨不得3塊錢，說走習慣了。巫山變化的不只是電梯，縣城的路也變了。90年代從巫山開車去重慶要3天2夜，現在山上繞到萬縣，再坐輪渡，再繼續開。現在高鐵通了，去重慶只要1個多小時，機場通了，飛重慶40分鐘。以前是出不去，現在是想走就走。但為什麼他們要花這麼大力氣把自己定在懸崖上？為什麼就是不搬走呢？答案藏在這座城市的江底。1994年，三峽工程正式開工，長江被截斷，水位被抬高。按照設計方案，巫山老縣城將沉入幾十米深的水下。老巫山城不大，占地只有 0.8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 3.4万人。主街道最寬處不過9米，從東走到西，一直煙的功夫。街道兩旁是木板門面的老鋪子，賣米花糖的，賣涼粉的，賣針線的。茶館裡坐滿了人，泡一杯蓋碗茶能擺一下午的龍門陣。碼頭是最熱鬧的地方，客船、貨船、漁船擠在一起，挑夫扛着貨物在跳板上奔跑。汽笛聲、叫賣聲、號子聲混在一起，從早響到晚。但老城也苦，路窄，汽車開不進去，貨物靠人背，坡陡，老人小孩出門都費勁。房子挨着房子，巷子窄到2個人並排走都困難。最怕的就是夏天漲水，江水漫到家門口，半夜還要起來搬東西。1997年，新城奠基，全縣170多個單位要搬遷，8萬多人要安置。這是巫山人第一次面臨選擇，走還是留。有人說搬走吧，去平原，去有馬路的地方。也有人說不搬，祖祖輩輩在這裡，根不能斷。最後巫山選了最難的，往上遷。中國人歷來的遷徙都是從山裡往平原走，從窮地方往富地方走，但巫山人的路是往山上走的，不是因為山上更好，是因為不想走遠。只要還在長江邊，只要還能看見巫峽的雲霧，家就還在。2000年到2004年，巫山累計外遷安置移民近5萬人，他們去了廣東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。2001年8月15日，一列載着1202名巫山移民的專列從湖北宜昌駛入廣東三水。火車進站時，鼓樂喧天，當地群眾夾道歡迎。但對車上的人來說，這是告別故土的一天。走的那天，碼頭上擠滿了人，船開了，有人在跺腳，有人在大哭，船下的親友也在哭。一位當年的移民後來回憶說，心裡面和刀絞一樣，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。船開出很遠，還能看見岸上的人站在江邊，一直揮手，一直哭。走的時候，很多人在牆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說以後回來還能找到。有人在老屋門口挖了一捧土，帶在身上，說帶着老家的土，不管去多遠都不怕。不過，不是所有人都走了，留下来的巫山人在懸崖上重建了家園。整座城市從江邊一層層往上蓋，蓋到半山腰，還在往上蓋，最後蓋到了山頂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巫山的房子這麼陡，不是設計師瘋了，是沒地方可建了。下面就是長江，上面就是山，所以他們只能在斜坡上找活路。在巫山最偏遠的竹峴鄉夏莊村，留下來的村民做了一件更瘋狂的事，自己修路。夏莊村四面絕壁，像一個天坑，出村要手腳並用爬懸崖，幾乎每年都有人摔死。1999年，村民們扛着鐵錘、鋼鉗上了山，沒有測量儀器，靠石匠目測，沒有安全繩，人在絕壁上用腳蹬岩石。洋芋紅薯是主食，包谷酒是唯一的奢侈。26岁的沈慶富摔下去了，黃慧元也摔下去了。黄慧元的父親在兒子的葬禮上說：“我兒子死的光榮，路必須修下去，人不能白死。”在場所有人舉起了手，一個接一個。7年出了6條人命。2004年路通了，12.5公里，掛在懸崖上。
如今下莊村種水果、開民宿，還考上了29個大學生。在巫山新縣城有一種樹隨處可見，黃葛樹。它和別的樹不一樣，什麼季節栽下就什麼季節落葉。它長在石縫裡，長在懸崖邊，長在台階的夾縫中，根須裸露在外，直接從空氣裡吸水，不用肥沃的土壤，只要有一點點土就能活。20多年前，老縣城淹沒前，人們把江邊的黃葛樹移栽到新縣城，有些樹已經長了幾百年，根深深扎進石頭，挖不動，人們就把石頭一起挖起来，搬到新家。如今，这些黄葛树在新县成長的比從前還好，枝葉遮天，根須牢牢抓着山勢。巫山人就像這黃葛樹，被搬離故土，種到更陡峭的山上，但他們活下來了，還長得比從前都好。可他們還不滿足，他們還想飛出去。在巫山，爬樓梯、坐電梯、走山路都不算最瘋狂的事，最瘋狂的事發生在山頂上。巫山人把一座機場修在了1771米的山頂，這裡是巫山機場，重慶海拔最高的民用機場。跑道比山下足足高出1200米，站在這座機場的觀景台上，伸手仿佛能摸到雲，腳下是萬丈峽谷，遠處是瞿塘峽和巫峽交匯的江面。坐飛機來巫山，落地前能從空中俯瞰高峽平湖，這在國內是獨一份的體驗，但建這座機場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整個場址原本是一片連綿的山脊，7座山頭此起彼伏，6條深谷縱橫交錯。要把機場修在這裡，必須先把山頭削平，再把山谷填實，炸平7座山頭，填平6個山谷。挖運的土石放量1800萬立方米，相當於2500個標準游泳池。填築體最高處達110米，相當於40層樓高。施工隊剛進場時，山上什麼都沒有，沒水、沒房、沒信號，指揮部就是一個集裝箱，20平米，4個人擠着睡，沒有廁所，沒有食堂。一年吃的方便麵比過去10年加起來都多。到了冬天更恐怖，每年11月到次年3月，山頂氣溫比山下低10度，路面結冰，車大滑，大型設備根本上不去。一年之中能施工的日子只有6、7個月。更麻煩的是地下，巫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地底下全是溶洞和暗河。施工時，一個幾十噸重的夯錘掉進暗洞裡，直接消失了，10幾萬塊錢就這麼沒了。後來工人想了個辦法，在每個夯錘上拴一根保險繩，連在機器上，就算掉進去也能拉出来。2019年8月，巫山機場正式通航，跑道長2600米，寬45米，只有5個停機位，但它是國內唯一一座能直接看到長江三峽的機場。這座機場不是給遊客建的，它的使命是讓巫山、無錫、奉節3縣的150萬老百姓能更快地走出大山。以前從巫山去重慶，坐船要3天2夜，開車要2天，現在坐飛機40分鐘。一位當地的老人說，這輩子沒坐過飛機，但知道頭頂上有機場，心裡就踏實。娃兒們出去讀書、打工，不用再在山路上繞了。他們用最瘋狂的方式回答了那個問題：我們不搬走，但我們不能被困住。巫山的巫字不是隨便叫的，這座城的名字裡藏着一部上古史。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記載，有靈山，石巫從此升降，百藥源在。10個巫師在這座山上採藥、占卜、祈福，溝通天地。這座靈山就是今天的巫山。在巫山境內，考古學家挖出了大溪遺址，距今6500到5300年，是長江流域最早的史前文化之一。出土的陶器外紅內黑，器壁上刻着神秘的紋飾。考古學家推測，這是獨立於中原文明之外的另一個文化系統。大溪遺址中最詭異的發現是一種墓葬習俗——屈肢葬。墓主的遺體被捆綁成蜷縮的姿態下葬，下肢彎曲程度很大，有的雙手被反綁，有的雙腳被折疊到胸前。為什麼要這樣做？沒有人知道。另一種習俗更奇特，用魚陪葬。有的墓主口中含魚，有的雙臂下放着魚。最多的一個墓放了7條魚。大溪人靠水吃水，死了也要和魚在一起。但巫山最神秘的是玄關。沿長江兩岸幾百米高的崖壁上，黑色的洞穴裡密密麻麻堆着棺材，有些已經掛了3000多年。關於如何放上去的，學術界有3種假說。第一種是壘土說，認為古人從下面堆土到崖壁高度，放好棺材再把土撤走。但三峽兩岸如刀劈斧砍，根本找不到那麼多土，工程量大到不可能。第二種是栈道說，認為古人在崖壁上凿孔架設栈道，抬着棺材走上去，但現場崖壁上沒有發現成排的凿孔痕跡。第三種是悬吊說，認為古人從山頂把人吊下去，在半空中放置棺材，但懸棺大多在崖壁凹陷處，從山頂垂直放生會被突出的岩石擋住。
有專家指出，以今天的工程技術，在那些位置放置棺木都極其困難，更不用說3000年前了。为什麼要費這麼大勁呢？有人說是借諧音，高官保佑子孫後代富貴，也有人說是為了保護先人屍體，不讓人受侵犯。還有一種說法是彌高者，意為至孝，棺材放得越高，越能體現對死者的孝敬。但這些都只是猜測。考古學家推測，玄關的主人是僕人，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突然消失的神秘族群。他們是誰？從哪裡來？去了哪裡？史書上只有只言片語。一個來自遠古的謎掛在崖壁上，任憑江水流了3000年，不回答任何問題。在小三峽兩岸，如今生活着近5000只獼猴。每周二，有個叫龚清兵的侯司令會乘着小船去投餵猴糧。哨聲一響，樹影晃動，成群的猴子從崖壁上攀岩而下。其中一處投餵點就在玄關下方不遠處。獼猴不懂得玄關的秘密，他們只關心今天的包谷夠不夠吃。玄關就掛在那裡，獼猴在崖壁上攀爬。江水流了3000年，人間的謎題，自然界的生靈不關心。守着長江，巫山人吃魚的功夫練了2000年。在巫山博物館裡有一件镇馆之寶——東漢庖廚俑。陶俑面前擺着案板，案板上是一條魚。俑人的臉上帶着笑意，仿佛對自己手中的食材十分滿意。考古學家說，這是巫山烤魚最早的實物證據。2000年前的巫山人已經在烤魚了。巫山烤魚的獨特之處在於先烤後燉，活魚現殺，猛火炭烤至兩面金黃，魚皮焦脆，汁水鎖在肉裡，然後放入盤中，澆上炒制的調料，繼續燉煮。調料是烤魚的靈魂，珊瑚礁、泡椒、炸海椒、小朝天椒，幾十種香料按比例調配，辣而不燥，香氣濃郁。烤魚上桌時，鐵盤裡的湯汁還在咕嘟冒泡，魚肉外焦裡嫩，用筷子一夾就散，蘸着湯汁送進嘴裡，麻辣鮮香同時在舌尖炸開。2019年，巫山烤魚制作技藝被列入重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如今在巫山縣城，幾乎每走幾步就有一家烤魚店，有遊客專程為了這一口從外省坐高鐵趕來。除了烤魚，巫山還有一樣東西離不開土豆。巫山地處高山，海拔高，溫差大，出產的土豆澱粉含量高，口感特別軟糯。街邊隨處可見炕土豆的小攤，土豆切成塊，在鐵板上炕到金黃，外皮焦脆，裡面綿軟，撒上辣椒面、花椒粉，5塊錢一碗。買的人蹲在路邊，用竹籤戳着吃，一口一個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圍坐，烤魚、臘肉、炕土豆，熱熱鬧鬧。巫山這地方，出門就是坡，回家要爬樓，日子過得不容易，但吃不能將就。日子已經夠苦了，飯再不好吃，那還活個啥子？烤魚和土豆是巫山人餐桌上的日常，他們在懸崖上重建了家園，也用這些味道把日子過得熱氣騰騰。傍晚，神女大道的台階被霓虹燈點亮，江邊的烤魚店坐滿了人，紙包魚滋滋作響，一打開，熱氣像江上霧一樣散開。來巫山之前，很多人預設了一種悲情：移民多苦啊，故土多難捨啊。但真正來了才發現，這裡沒有悲情。小紅船上，果農和遊客說笑；扶梯上，學生打鬧着去上學；江邊夜市，烤魚攤前排着隊；廣場上，阿姨們跳着爸爸舞。有人問，為什麼不搬到平地上去？巫山人用行動回答了。他們花了20年，在懸崖上重建了一座城；他們修了世界最長的扶梯；他們在山頂炸出一座機場；他們在絕壁上鑿出天路。山在那裡，那就往上走，走不動了就修電梯，飛不出去就修機場。這座2000年古城的命運似乎一直都在水中漂流，在山中攀爬，在峭壁間尋找縫隙，在時代洪流中固執地扎下根來。如今的巫山仍在懸崖上生長，每一天太陽照常從東方升起，越過長江，越過巫峽，把整座山城慢慢照亮。有人離開，有人歸來，黃葛樹的根牢牢抓住石壁，一寸也不肯鬆動。這裡是巫山，中國最陡峭的縣城，45萬人把自己從江底搬到了雲裡。如果你的城市也要被淹沒，你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？如果留下比離開更苦，你還會留下嗎？巫山人的答案是留下，不但留下，還要活得比從前更好。本期眼見中國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和轉發，我們下期再見。